欢迎收看辱华的华系列节目第10集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中国国歌的问题。其实它每一句歌词都有问题啊，我给你们好好分析一下。首先呢，这首国歌啊，原本的名字叫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它诞生的时候呢，并不是作为所谓新中国的国歌来创作的。我们来看看它的由来啊。首先呢，是在1935年的时候，它是电影《风云儿女》的主题歌。当时的背景啊，是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之后啊，中国就面临民族危机，那么青年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就卷入到这个叫抗日救亡运动之中。这首歌作曲呢是聂耳当然了，这个曲子本身我觉得没什么问题，也不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啊。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它的歌词，作词呢是田汉，所以它一开始不是一个建国之歌，是一个救亡之歌，对吧？它就描述的是这些内容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放回到它诞生时候的1935年啊，这个歌词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，是合理的啊，放在那种抗战的语境中，甚至是伴随着这个进行曲啊，它是非常有力量的。但是如果放到今天啊，中国是一个所谓世界第2大经济体啊，你又有核武器啊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呀等等，你放到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身上，它就很奇怪啊，因为它要求人们的这个心理状态，你唱这个国歌，你要永远活在1935年的那个心理状态啊。一会儿我们会逐句的分析它的问题啊，很大。那它是如何成为国歌的呢？最早呢，1949年啊，它先是成为的叫代国歌啊，还不是正式定为国歌啊，先暂时用一下的意思。因为其实当时就存在这些争议啊，觉得我们这已经是一个新政权了，日本已经战败了，那这个民族应该已经从最危险的这种危机叙事中走出来了，我们要建设新的国家了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当时的领导人啊，觉得要让人们居安思危啊。其实“居安思危”这4个字呢，就非常的中国，非常中国政治，因为它意味着国家不是用自由、繁荣、尊严以及制度啊来凝聚人民，不是靠这些，而是靠什么呢？靠危机感。他告诉你的是，中国人啊，你不是公民啊，你只是处于一个危机感之中啊，危险永远在，你永远不能松懈啊，你永远需要党来领导你去抵御外敌，这是他的潜台词。好，我们再看看这首歌继续的命运啊。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期，麻烦了，因为作词啊，田汉被打倒了，认为他的作品有政治问题。那你这个怎么唱他写的词呢？所以当时这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呢，就有一段时间啊，只能奏曲，不能唱词儿啊。当时唱的更多的歌啊，是《东方红》什么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啊，就这些文革时候的歌曲啊。好，到1978年，第5届全国人大第1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国歌歌词啊，就是仍然使用聂耳这个原曲，但是改为了一个新的词，不用田汉这个词了啊，换了一个什么词呢？给大家看一眼这个词啊，这个是1978年版的国歌歌词啊，我们应该都熟悉啊，一上来原有的是起来是吧？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，但是到了1978年变成了前进，各民族英雄的人民啊，后边就是什么伟大的共产党啊，领导我们继续长征，万众一心奔向共产主义明天，建设祖国，保卫祖国英勇的斗争啊，前进前进前进啊，我们千秋万代高举毛泽东旗帜，前进前进前进啊，这个新版歌词也有问题啊，一会儿我后边会给大家分析啊。好，我们接着先看它的命运。然后好，文革结束了，那么到了1982年的时候，又决定又不要刚才那个歌词了啊，恢复田汉的原词，然后并且呢，把这个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正式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，等于1982年才正式确定啊，之前都是代国歌。那么后面到2004年，
被写入宪法，2017年甚至出了国歌法啊，就是你不能够去诋毁他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节目算不算违法啊，我这批评他，逐字逐句的分析他，可以吗？已经把它神圣化了啊。好，我们接着来看啊。这个先说说这1978年这个新版词啊，简单说两句，它暴露了一个总体性问题啊。你就发现啊，这个作词人啊，他被打倒了，原来这个词就不能唱了，这本身就很讽刺啊。国歌是要求神圣化的，但是作词者却可以被这个政权迫害啊。歌曲被要求代表国家的尊严，但是创作者本人就没有基本尊严。你看，这就是党国美学最荒谬的地方，就是它可以供奉这个作品，但是可以碾碎这个作者，可以神圣化这个符号，但是可以毁掉具体的一个一个的人。刚才那个新版歌词里，大家记得啊，高举毛泽东旗帜有这么一句词，是不是？这就不再掩饰了，这哪是国歌啊？是一个民族的歌，这就是变成了拍领袖马屁的政治的歌嘛。他不是要把人民带向自由啊，是要把人民重新纳入一条由党和这个领袖规定的一个历史路线里。所以1978年这一版的词呢，这个它等于是作为国家符号啊，整个命运、政治命运都有问题啊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原来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是一个救亡之歌，然后到现在啊，词儿一换，又变成了一个歌颂政权的一个这么一个垃圾了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来分析啊，原版的田汉写的这个词，每一句都有什么问题？我们怎么去做这个分析呢？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啊，大家在里面去听，就是一个国家的国歌啊，它里面没有写任何的人，个体的人，没有人们的正常的生活啊，没有个人，没有权利，没有家庭，没有日常，没有安宁，没有政治制度啊，没有正义，这些都没有。那他这歌词里到底都写了什么呢？我们来逐句分析啊。一上来，第一句啊，大家应该都会唱是吧？起来啊，就开始了。这个起来啊，它不是公民觉醒，它是一个集体动员。这第一句就是一个命令式的，就是不是说我们自由的站起来了，我们生而平等，不是这些话啊，它是一个命令式的，是召唤式的，就跟军队一样，都起来吧啊！民族危亡了，你们每一个中国人都得起来，起来啊！所以从这儿开始，就是变成了国家在召唤你啊，人民你要响应啊，国家发出了命令，人民你得站起来啊！这不是现代公民政治，这是动员政治啊！这是第一，上来两个字就有问题啊！我们接着往下看啊，不愿做奴隶，对吧？后面就是这句话。你不愿做奴隶，当然我们反抗的是这种奴役，是吧？但是你却永远的保存了一种关于奴隶的想象，因为在你抗日的语境里，它是有力量的。但是你现在把它变成了一个永久国歌，就等于把中国人的政治自我想象钉在了一个位置上，就我们都不是自由的人啊，我们都是差一点点。差一点点变成什么呢？就是我们都差一点点变成奴隶，我们离奴隶这个状态永远是那么的近，对吧？因为一个正常国家的国歌应该是让人民啊想起自己是公民啊，我是自由的人，是这个国家的主人。但是中国的这个国歌不会让你想到这些，想到的是，我们永远被奴役的这种可能性威胁着。那中共最喜欢大家是这种心态啊，你永远是那种受害的状态，你政权就可以永远要求人民，你得服从啊，我指哪儿你打哪儿，你得服从我，你得忍耐，你得有牺牲精神，你这个个体要为整个这个集体牺牲啊。接着啊，更重要的一句啊，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，是吧？下一句是这句。先说血肉的问题，血肉，
就人民的身体，你就是这个国家的建材。我们经常说韭菜人矿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你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人，你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，不是享有各种权利的一个自由的公民，也不是需要被这个国家政府去服务去保护的人，都不是。你是什么？你是血肉，你是这个国家的材料。这是最可怕的。因为在战争的年代，一个特殊时候，你可以理解我们要牺牲，是吧？有这种残酷性。但是你现在是一个理论上你应该是一个有法律建立的国家，对吧？自由建立的国家，是一个有好的制度建立的国家，用人的尊严建立起来的国家，而不是说把人的身体抽象成是我们集体防线的一部分。你个人的生命不是目的啊，我们经常这样讲，对吧？现在是在这个歌词里，你的个人的身体啊就是材料，这就是中国政治文化里非常糟粕的一层东西，就是人民啊是可以被这个国家使用的，你的身体可以献出你的心脏啊，你的痛苦可以就是被牺牲掉，你的血肉拿来干嘛呢？筑墙，筑起新的长城啊，这就是一个献祭仪式啊。我们接着分析这个新的长城的问题。长城用来做什么的？我们上一期节目第9讲啊，已经给大家讲过了。它不只是抵御外敌，它是一个把中国人圈禁起来的围墙啊，不让你往外跑，不让你自由迁徙，你就在这里世代为奴，种地、交税啊，充兵役等等，干这些事儿。长城是干这个的，所以现在号召你用自己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，多讽刺啊，对吧？这个长城都不是用石头筑的，用人血肉筑的，等于是一起创建一个新的所谓的抵御外敌的这个墙，但其实呢，不是抵御外敌，因为外敌没有了，但是他告诉你还有啊，我们永远有敌人。但实际上这个墙用来干嘛呢？想想今天中国的现实，防火墙，对吧？网络防火墙，境外敌对势力这种叙事啊，敌我思维，就是这样的。告诉你内外有别，对外你要恐惧，对内要封锁。靠什么封锁呢？墙啊！用什么来筑墙呢？国歌里呼唤用我们的血肉来筑这个墙。虽然现实的东西用的是这些科技手段，对吧？不是用你的肉去筑这个墙，但是牺牲的是你的肉啊，牺牲的是你的灵魂呀，你的肉体，你这一生啊，你的这些时间呀，你都被这个网络防火墙牺牲掉了。所以这一切就是还是告诉你，世界不安全啊，外面有敌人，我们要这样，个人还是要服从集体。好，下一句，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，是吧？这句话是这么唱的。首先，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我就不在这里再过多的说了啊，说的太多了。之前这个伪概念存在也就这100多年，是吧？很短暂，这个就不在这里去展开来说了啊。好，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有什么问题？他就告诉你，中国永远处于危机之中。那你1935年这歌诞生的时候 ，OK， 处于危机之中可以理解。今天刚才说过了啊，你经济规模、核武器，又有联合国安理、常任理事国什么，你这些政治地位，你都这么庞大了，你还是处于一个危险的时候吗？这就不是历史记忆问题了，这是政治心理控制。就是你这一个意思是什么？中国，你这个国家，你永远不能正常化，人民永远不能放松，你永远不能够进入一个日常生活。就政权啊，这个政权，中共可以永远的说很危险啊，现在很危险，你们要忍啊，现在很危险，你们现在不能够要求那些，不能向这个党国提这些要求啊，不能维权啊，不能够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很危险，敌亡我之心不死。什么自由啊，什么人权，什么福利，你们等一等啊，永远等，永远等，永远危险，所以你们永远等，永远没有自由安享生活的时候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下一句，什么？被迫发出
最后的吼声，是不是这句话这么唱的吧？最后的吼声。什么是吼声啊？这不是自由表达，这一个集体的呐喊，是吧？因为你听啊，这句歌词，这句整首歌里啊，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国歌，就是它没有普通的一个个人啊，我去发言啊，去讨论，去辩论，去投票，去表达，这些都是个体的人可以做出来的。但是这首歌里是什么？是吼声，而且是最后的吼声。吼声是什么？战场上啊，临死前冲锋的时候，拼命的时候的那种集体情绪。所以刚才我说那些辩论什么，每个人那是说话，那是说话，那是理性的，我们可以辩论，可以对话，这是理性的。吼声是什么？集体性的情绪释放。所以中国政治就是这样，他就很喜欢吼声、口号、表态、宣誓啊，集体朗诵、整齐划一、掌声，就是同一种情绪、同一个方向、同一种声音，这就不是公民社会啊，这还是群众动员啊，没变过，国歌没变，底色就没变。好，下一句，我们万众一心，这么唱的对吧？万众一心，万众一心啊，团结，一个声音，听起来挺美的啊。谁不喜欢大家众志成城，一心去做一个什么事儿呢？尤其是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候，是吧？需要团结。但问题是，每一个中国人，你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，属于你自己的声音，属于你自己的欲望、你的痛苦，你自己对这个国家的理解。每个人可以不一样。真正文明的国家，不是要把万众压缩成一个声音啊，所谓万众一心，不是要干这个事儿，而是允许万众万心共存。那中国政治就可怕在这里啊，就是把这个遗址啊说成团结啊、服从啊、大局啊，你大家都沉默，大多数都沉默，这就是稳定啊。只要有不同的声音，这种差异，你就是要分裂啊。你只要是批评这个党国，你这个反对就是敌对啊。我们在外边就变成了境外敌对势力啊。这其实就是在训练中国人，你要放弃自己的心，你只能拥护这个党国的那一心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冒着什么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前进，前进进，是吧？这首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。敌人的这就不说了吧，也永远有敌人啊，塑造这个敌我思维。那冒着炮火前进，这就是把死亡浪漫化，把这个牺牲日常化的一种表达，这是非常强烈的一个战争画面吧？啊，我们冒着炮火前进，下一秒就死，不怕啊，冲，只能是这样。就一个正常国家的前进啊，我们前进是好词儿，对吧？但是正常国家前进，你应该是不要让你的孩子们再恐惧了，你要让你的这些劳动者有尊严，对吧？女人不要被父权控制，让不同的性别、不同的身份、不同思想的人都能够在你这个国家一起生活，很和谐的。人民要有权利能够批评这个政府，对吧？国家你不能够去要求人民为你这个政权去流血。但是你看，在这首国歌里的前进是什么样的？冲锋式的，他没有告诉你我们要去哪儿，对吧？我们为什么，他都没有告诉你。这就跟现在的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似的，就是内卷啊，疯狂的我们要发展啊，超车啊，甚至弯道超车、偷人东西、超车都没关系，只要超过去啊。然后呢，为了什么？中国几十年挣了这些钱，为了谁呀？钱进了你的腰包了没有啊？到底这些钱都被谁贪污走了？对吧？我们有没有拿这些钱建立了很好的教育、医疗制度啊？没有，都没有。那我们前进去干嘛？就去送死啊？我们前进就是为了送死嘛？那我们过程中死掉这些人，这些被碾碎的人，那就当然作为前进的代价，又是为了什么？对吧？40年代的时候，抗战时候死去的中国人，为了什么？
为了是后边这个50、60年代的时候可以这个大饥荒饿死更多的人，为了他们吗？那个时候前进啊，人民公社呀、大饥荒、大跃进的时候死去的人，为了什么？他们的牺牲作为代价，为了是后边10年文革那些继续被斗死的人吗？那文革时候继续斗死的人的牺牲又是为了什么？为了8964的时候被中共的坦克去屠杀吗？那8964时候死去的人为了什么？所以你看，每一次的这些唱着这个国歌啊，涌起的这个爱国情怀，我们要前进，前进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，就为了这个国家去死，去死，换来了什么？我们前进的方向是什么？我们前进方向是错的，那你的死是没有价值、没有意义的，这是问题。再简单说几句后来那个短暂用过的啊，7、8年那版新词儿的一些问题，对吧？那里面就是从这个民族危机当时就改了，是吧？那也没往好了改，改成了这个党国叙事了，对不对？改成了歌颂这个党啊，你要永远在伟大的共产党的领导下啊，怎么样？他也没有在讲说我们去共同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啊，等等，也不是。这歌就等于是不是人民唱给人民自己听的国歌嘛？你应该是人唱给人自己听的嘛？结果变成了中国人唱这个国歌是去赞颂这个党的，唱给党的这个赞歌。那好，里面有一句词叫继续长征，这等于就是把一个非常状态永久化吧。啊，我们永远长征，继续长征啊，前进前进，去哪儿也不知道啊，给你描绘一个这个这个叫什么，就是美丽的乌托邦啊，共产主义是吧？那就这句词吧，共产主义明天，我们等于是为了这个前进。但是这是一个乌托邦啊。就是他就告诉你，我们只要描绘的那个未来足够的伟大，那你今天的苦难就是合理化的。你现在什么饥饿呀、恐惧啊、被迫害啊、不自由啊，都可以说成是历史代价。这就是画饼啊！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经历了这个市场经济之后，应该很了解了啊，都很讨厌领导画饼，是吧？你这假的嘛！所以这些歌词就是干这个事情的啊。还有就是说这个。1978年这版啊，把这个建设和保卫放在一起来说，就是你的正常生活、工作和战争合并在一起啊，这也特别中国啊，就是把这一切什么斗争啊、国防啊、生产啊，就全都搞到一起，就是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这一套思维的东西啊，放到一个整个的一个政治熔炉里，对吧？其实人们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，我们只是要活出自己的尊严。活出自己的价值，活出自己的自由，我想怎么活怎么活，对吧？我不要成为你这个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钉，你去想象一个外部敌人啊，亡我之心不死，没有人要亡中国人民，最多要亡的只是你这个中共，你害怕，你为什么要拖着我们成为你的牺牲品呢？还有这个最严重的啊，竖起这个毛泽东旗帜。78年这版歌词里，啊，这就不用太细说了吧？这整个就是领袖崇拜了啊！毛泽东问题我们说的太多了啊，我觉得就不在这里说了，等于就又从国歌变成一个歌颂领袖的歌了啊，这个就更变态了，对吧？好，这首歌啊，两版歌词核心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没有人啊，没有人啊，里边有各种各样的。民族啊，血泪啊，血肉啊，长城啊，危险炮火，怒吼前进，长征，党，共产主义，毛泽东旗帜，这些都有，但是没有人。里边你听啊，里边没有母亲，没有孩子，没有老人，没有恋人，没有工作的人，没有农民，没有女性，没有各种的少数群体啊，没有意见者呀，这什么都没有啊，甚至没有普通人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没有人。这中共就不需要有具体的人，其实，啊，因为你具体的人，你就有自己的有欲望啊，我有我的痛苦啊，我有我的权利啊，我有我的记忆，我有我的创伤，那我必然有我的反抗。就具体的人就是这样很麻烦的。中共不需要，这个党国最需要的就是抽象的人，啊，他会说人民啊、民族、群众，
但这些都是很抽象的，他给你贴这些标签，你以为是对你的赞美，肯定不是，他是在抹杀你的个体性，抹杀你的个性。具体的人会提问题、提要求，但是群体化的人、符号化的、抽象化的人民没有，就是一盘棋，万众一心，好管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说说建设性的话啊。那真正的中国的该有的国歌应该包含什么呢？歌词里啊，我总结了这么几条。首先应该有人，而不只是民族，对吧？民族是抽象的，人是具体的啊。我们要一个个不同的人要能体现出来啊。其次呢，应该有自由，而不是说危险啊。就中国人的这种危机教育太久了。百年国耻啊，亡党亡国啊，境外势力颜色革命啊，现在什么讲国家安全呀、民族复兴，永远把人用这些词儿捆绑在一个战时状态里。那真正的国歌应该告诉人们啊，你可以自由呼吸，你可以自由说话，因为这个国是你的。你为什么爱这个国？因为这个国是你的，而不是说有一个中共强迫你要爱这个国。你不爱，你就犯罪了。你批评他，你就犯罪了。不应该是这样。还应该有什么尊严？你不能只讲牺牲，对吧？中国人就讲中国人要牺牲啊，你要为国家牺牲，为稳定牺牲，为大局牺牲，为各种各样，为下一代牺牲。但真正的国家，你不应该是靠人们愿意为你牺牲来证明你自己伟大呀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你国家的任务就是保护人的尊严，不是消耗人的生命啊，所以尊严是应该有的元素。还应该有什么？和平啊，这个我们现在国歌里讲炮火，讲战争，应该是讲和平啊，不要再去吼叫了，这个国歌啊。你要讲和平，在和平的状态下，中国人是如何用爱来生活的啊？我们生活、创造、工作啊、旅行啊、阅读，我们彼此交流，这就对了啊！不是永远去讲那些宏大的叙事啊、战争什么的，敌我思维。还应该有什么制度？要讲制度啊，我们真正的宪法，好的制度是什么样子的？法治啊，我的责任是什么？权利是什么？啊，土地不是党的，对吧？啊，国家也不是这个党的，更不是那某一个领袖的，这是国歌里应该有的。还有呢，应该有记忆啊，当然这个记忆不只是一个关于仇恨的记忆啊，中国有太多需要记得的东西。战争一直到饥荒，到文革，到6·4等等的一个个消失的人，因为记忆不是为了复仇的。我们讲记忆，不是为了说要去复仇、要清算，而是为了防止新的暴力、新的奴役、新的谎言、新的那个神话的领袖，对吧？以及新的圈住中国人的长征。枪，我们不要这些东西。还应该有什么？有未来。不要讲什么复兴，复兴是一个多么荒谬的词啊！好像你过去啊多伟大，然后我们要回到那个荣光什么的，这都是虚幻的，都是靠歪曲、虚假的历史啊去塑造人们扭曲的心灵，这都是假的。你要想看向未来就好了。啊，真正的未来的中国应该什么样子？你怎么样才能到达未来的那个高度？你需要靠制度保障，你需要靠自由，让人们去创造新的中华的文化文明出来。所以要真正的国歌里应该有未来。好，最后我们就说说啊，这一个这就是一个发散性的啊，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？我只是随便说了。随便写这么几句啊，我们从黑夜中醒来啊，不再以恐惧呼唤彼此，山河仍在，风也仍在，每一个名字都应该被记起啊。我们不以血肉筑墙，我们以自由建立家园啊。万众不必只有一心啊，万颗心也能同望明天啊。
愿孩子不再学会沉默，愿母亲不再送别远行，愿土地不属于权力，愿人民不再跪向神明，记得苦难，不种仇恨，守住尊严，不奉新王，让法律高于旗帜啊，等等等等，没显示出来啊，就这样吧。好 ，anyway 啊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，大概就讲到这里。我们等于把中国这个国歌2版歌词每一句话都拆解了，其实每一句都有问题，以及反映出来的背后的这个党国统治的观念问题。期待啊，有一天那片土地可以唱响啊一个新的啊真正能够属于中国的国歌，属于中国人的啊。好，感谢收看。订阅、分享。